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18岁，刚踏入大学的校门，然而命运却给了我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妈妈突然因病离世，那场看似普通的重感冒，竟然无情地夺走了我妈妈的生命。当我匆忙赶到医院时，妈妈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，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我站在病床前，心中一片茫然和凄凉，悲痛得连眼泪都流不出来。对于妈妈，我的情感复杂的难以言表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妈妈是个典型的伏地魔，她心中只有娘家，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小家庭。因此，在我年仅8岁的时候，爸爸和妈妈之间无休止的争吵，终于导致了他们的离婚。离婚时，妈妈坚决要求保留房子和我的抚养权，同时向我爸爸索要了一笔高达20万的抚养费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2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但为了摆脱妈妈和她那沉重的家庭负担，爸爸硬是东拼西凑，满足了妈妈的要求。离婚那天，爸爸当着我的面对妈妈说：“房子和钱都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梦梦。”说完，他又紧紧地抱起我，亲吻了我的额头。“宝贝，爸爸会常来看你的。”然后，在我不舍的哭声中，爸爸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了这个家，离开了我和妈妈。离婚后，妈妈毫不犹豫地将那20万抚养费全部交给了外公外婆。外婆高兴地称赞她是孝顺的女儿，外公外婆甚至计划让妈妈再婚，想再捞一笔彩礼钱来给小舅结婚用。可是因为妈妈伏地魔的名声在外，条件好的人家都不愿意娶她，而条件差的人家又出不起彩礼钱。几经周折后，外公外婆只好打消了让妈妈再婚的念头。不过，即使妈妈不再婚，她赚的钱也大部分都交给了娘家，这让外公外婆感到非常满意。妈妈有一门好手艺，她做的烧麦特别好吃。离婚前，爸爸心疼她，不舍得让她出去辛苦赚钱。但离婚后，为了生计，妈妈租了一间小店面，开了一家烧麦店。由于口味独特美味，吸引了许多食客前来品尝。小小的店里经常座无虚席，生意兴隆得让人羡慕。但是这些都与我无缘。自从父母离异后，我身上的衣物几乎都是亲戚孩子穿剩下的，校服竟成了我唯一的新衣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母亲最大的乐趣便是数着一张张钞票。过段时间，她就会将这些钱整齐地捆扎起来，送到外公外婆的手中。看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，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外公外婆对我并无多少疼爱，他们总是对母亲说：“这丫头迟早是别人家的，等她长大了，自有婆家为她置办一切，现在没必要对她太好。”母亲对外公外婆的话总是言听计从，她觉得只要让我不缺吃穿，还能上学，就已经是对我莫大的恩赐了。可是父亲当初明明给了20万作为我的抚养费呀。刚离婚那段时间，父亲常来看我，但每次母亲见到他，总是恶语相向，要么就直接伸手要钱，甚至不让我与父亲相见。久而久之，父亲也感到心力交瘁，便不再来看我了。后来，父亲去了外地，重新组建了家庭，还有了新的孩子，他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母亲离婚后，他的心便完全系在了娘家。外公外婆拿着父亲给的那20万抚养费，先是建了一栋2层的小楼，之后
他们又风风光光地为舅舅操办了婚礼，舅妈也过门了。母亲在父母和弟弟的夸赞声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，这些夸赞成了他努力工作的动力。在我考上大学的前一年，外公外婆的家面临拆迁，他们那栋小楼获得了300多万的拆迁款。300多万对我们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数字。这笔钱一到手，外公外婆就在市里买了2套房子，一套给了舅舅，一套给了表弟。他们还在县城的中心地段买了个门面，300万就这样被他们花光了。他们还计划好了，老了以后就住到母亲那里，让母亲为他们养老。他们说，女儿才是最贴心的。当然，这300万母亲是1分钱都没分到。尽管这明显的不公平，但母亲却毫无怨言，反而还挺高兴。10几岁的我看着这一切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不知是喜是悲。也许为娘家做贡献就是母亲生活的全部意义吧。我拼命地读书，只想快点离开她，离开这个让我窒息的家。接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一天，我喜极而泣，离开这个家的愿望终于马上就要实现了。没料到，我刚进大学才不到1个月，就接到了我妈去世的消息。我妈的烧麦店生意，她却舍不得花钱请人，上上下下全靠自己一双手。因为多年的操劳，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她还在坚持做烧麦，哪怕是感冒了也不肯停下来，直到她晕倒在店里，被人送往了医院。谁知这一进医院就是诀别。收拾遗物的时候，妈妈结婚时的金项链、金戒指和金耳环全都被外婆收走了。她说要留个念想，我可是我妈唯一的女儿呀，难道我就不要念想了？舅舅对着我眼一瞪，你难道还要和外婆去争吗？舅妈对着我阴阳怪气，哟，小姑娘家家的，就想要这些金的银的了。舅舅把妈的银行卡全部去银行查了个遍，当然是没什么钱的，因为他只要有点钱，都会马上孝敬给了外公外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任他们折腾，反正我妈的一切他们都想要，包括唯一的这套房子。葬礼一过，外公外婆和舅舅、舅妈、表弟就迫不及待地搬到了我家。之前他们拿了拆迁款，没有在本地买房，所以一直在租房。外公拿出家长的威严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你妈的遗产由我和你外婆还有你一起继承。这套房子买的时候花了12万，你占4万，我们欠你4万。现在这房子是我们的了，说什么欠4万，明摆着就是想1分不给就赶我走。而且这房子是我爸妈结婚时买的，当时花了12万，现在都已经20年过去，至少值40万。他们竟然按原价来折算。去年你们家拆迁的时候，怎么不按法律规定把300万分给我妈一份？外婆上来就呼了我一巴掌，谁家会把钱分给女儿？你妈都没要呢，轮不到你来要。舅舅，你赶紧搬走，这里住不下这么多人。表弟上来推我，你快走啊！我一手甩开他，这是我家。外公大怒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你走。我还是没动。行，我走，你们把4万块钱给我，我还要读书，还要生活。外公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现在我们没钱，等有钱了再给你。外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你这孩子怎么就想赖着我们呢？你不会去找你爸呀？看着他们这样，我知道再怎么样我也没法待下去了，只得咬咬牙走人，只愿远远地离开这里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和他们有任何瓜葛。大学4年，我全都靠勤工俭学和贫困助学金。我不想去找我爸，不愿去打扰他的生活，
毕竟他后来结婚生子，又有了新的家庭。我去找他，只会让他平添烦恼。其实更重要的是，我怕找了爸爸，他也不接纳我。我害怕心中仅存的那点父爱亲情被无情的击溃。毕竟，我的心中需要爱来支撑着我活下去。这4年里，我也会通过一些家乡的亲戚朋友听到一些外公外婆他们的消息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们住进我家的房子之后，就厄运不断。先是外公从楼梯上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因为之前他就有严重的类风湿，此前已经走路很费力。那天天气好，外婆准备和他一起去附近的公园转悠一下，结果走楼梯的时候不慎摔倒，住院半个多月，最终还是瘫痪了。舅舅本来跟着别人跑货运，后来嫌累，非要自己买辆车跑滴滴，结果滴滴才跑了半年多就发生了车祸，车上的人1死2伤，赔了200多万，最终不得不把县里的那套门面卖了，还卖了市里1套房，才算了这件事。可能是怕我找他们要那4万块钱，他们那几年一直没有联系过我，我当然是求之不得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在了省城，去了一家私企上班。这家私企规模很大，工资开的在同类的公司里算是比较高的。我这个刚入职的大学生，能拿到8000块钱1个月，算是相当不错了。我就像一株树苗，得到了久违的甘露。我太喜欢这种能自我掌控的生活了。这与之前那么多年卑微憋屈的生活比起来，现在简直就是另外一片大好天地。我要忘却以前，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来，开始我崭新的人生。一大早，主管通知大家，今天董事长要来视察。大家兜着工装，有序地坐在工位上，准备迎接董事长的到来。9点钟，董事长在一众人的簇拥下来了，同事们都站了起来，鼓掌欢迎。我的工位在最边上，一开始只看得到董事长的身影，他是个中年男人，应该是50岁左右的样子。随着董事长慢慢走近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突然就屏住了呼吸。这和我爸长得好像，难道是我爸？我的头嗡的一下，瞬间一片空白，忘了鼓掌，只呆呆地看着他缓缓走进来。我想起他离别时紧紧地抱着我，想起他亲热地唤着我梦梦宝贝。而现在，我想了这么多年的爸爸，赫然就在眼前。我颤抖着悄声问旁边的同事：“董事长叫什么名字？”同事：“他叫宁世凯。”哎，别说，你们都姓宁咧，真的是他，我的爸爸。女儿在这里。我张着嘴，却不敢喊出来。不经意间，泪水竟如决堤的洪水涌了出来，止也止不住。随着泪水的肆意宣泄，我忍不住抽泣起来。我捂住嘴，想掩饰住自己的哭声，却反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我周围的同事诧异地看着我，主管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看向我，直到董事长也看向了我。董事长愣住了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带着探寻的目光向我走来。主管跟在边上，着急地对着我道：“你这小姑娘怎么回事？”董事长来看大家：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主管又对着董事长道：“董事长，这小姑娘是刚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您别。”董事长推开他，直直地走向我，他颤抖着嘴唇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早已眼泪鼻涕一起流，哪里还说得出话？主管忙替我回答：“董事长，他叫宁梦，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才入职3个月。”梦梦，你是梦梦，真的是你！爸爸冲上来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就像8岁那年抱住我一样。我哇的一声大哭道：“爸！”
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主管的嘴巴已经张成了一个菱形。没想到一次很平常的董事长视察，竟然演变成了父女重逢的桥段。我一个普通的小职员，一跃成为董事长女儿，我突然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公主生活。我爸当天就让我搬进了一栋独栋别墅，拿出一张副卡给我，让他的女秘书陪我去商场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衣服、包包，可劲儿的买，要对得起我的身份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想弥补对我的爱。看着商场琳琅满目的名牌包包、衣服、鞋子，我狠狠地掐了掐自己，这不是梦吧？灰姑娘变成公主了。女秘书一口气给我选了10多套衣服，2条钻石项链，3个奢侈品包包，5双鞋子，整套当季大牌护肤品。我就像个木偶一样，任她给我搭配。之后又带我去做了头发，美美的化了个妆。回家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为一个贵气名媛了。爸爸在别墅里等我，看到我，他满足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叫阿姨开饭。分别10多年了，我又一次和爸爸坐在了一起吃饭，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。要是我妈不是伏地魔，要是他们没有离婚，这一家3口的日子该多么幸福温馨啊！爸爸给我夹了一只鸡腿。梦梦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爸爸一直在想着你。说到这儿，他的喉头哽咽了。可一想到你妈那一大家子，他努力地憋住泪水。梦梦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希望你不要怪爸爸。我的眼圈又红了。爸，我从来没有怪过您。在我心里，您一直是一个温暖的存在，只有想到你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勇气。爸爸终于没忍住眼泪，拉住我的手，眼泪吧嗒滴在我的手上。梦梦，现在好了，你到了爸的身边，让爸好好弥补你。我点点头，擦了擦眼泪。爸，我会一直陪在您的身边，我再也不想离开您了。爸拍拍我的手，又面露难色。梦梦，爸爸后来又结婚了，你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，希望你不要怪爸爸。我虽然心里一痛，但说实话，我完全理解爸爸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也在努力忘却过去，努力创造新的生活。我凭什么去怪他？我看着爸爸的眼睛，真诚地说：爸，我不怪你，真的，我也不会和弟弟妹妹抢什么，您放心。爸正色道：傻孩子，什么抢不抢的，你该有的爸绝不会少了你的。说着，他拿出一把崭新的车钥匙。爸今天下午给你买了辆保时捷，就停在院子里，以后你也有个代步工具。我接过车钥匙，天哪，我何时敢想自己能够拥有保时捷？爸又问：梦梦，这些年你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吧？这一问又把我的泪水引了出来。得知我那些年来连新衣服都没得穿一件，在外公外婆眼里完全就是个多余的人。我爸气得握紧了拳头。又听我说我妈去世后，我外公他们立刻就把我扫地出门。我大学4年完全就在勤工俭学中度过。爸一拳砸在了桌上，太过分了！我哭着说，妈这一辈子全奉献给了娘家，她可能怎么也没想到，她一死，自己女儿连栖身之地都没有了。爸叹口气，你妈这个人啊，一辈子就是为了她父母和弟弟而活，太可悲了。他抚着我的头发，梦梦，你千万不要学你妈，爸爸希望你永远要为自己而活，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活出自己的价值。我噙着眼泪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虽然我爸给了我卡，让我想花就花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他不想让我再辛苦，只想我快乐，但我还是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。我要工作，要自食其力。爸很高兴。梦梦，
你愿意继续在爸的公司里干，爸真是太高兴了。等你锻炼几年，爸会给你股份，让你帮爸管理公司。我成了公司的少东家，大家一时都不知道怎么跟我交往了，尤其是主管，啥也不敢让我干。我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工位上，同事们也不敢要我帮忙，搞得我百无聊赖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请主管和大家一起搓了一顿，喝啤酒，吃烧烤， K 歌，大家都玩疯了。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，从现在起，仍然就当我是以前的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该让我干嘛我就干嘛。一个同事借着酒意问：“宁梦，你是不是和你爸搞崩了，放着阔小姐不当，来打卑微的打工人？”我笑，我爸以前也当过卑微的打工人，现在不也成董事长了吗？我呀，要向我爸学习，一切靠自己。主管大着舌头，举着啤酒对着我道：“我懂了，你爸是在锻炼你，想把你培养成商界精英。”从这以后，我终于又回归到了以前打工人的样子，开始勤勤恳恳的工作。关于我找到富豪爸爸的事儿，老家的外公一家子很快就知道了。这年中秋节，我破天荒接到了外婆的电话，她亲热地喊着我，似乎完全忘记了之前为了赶我走，呼了我一巴掌的事。梦梦啊，你都这几年来没回来了，外公外婆和舅舅都想死你了。这2天回来过节吧。我才不想去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空。外婆扯起了哭腔：“梦梦啊，你外公快不行了，你好歹也来看看他喽。”快不行了哦，那我倒要去看看，看看当年欺负我的人是个什么惨样。中秋节那天，我回了老家，再次踏进了我那曾经熟悉的家。舅妈开的门，一看到我，她眼睛一亮，再往我身边看看，啥也没有。是的，我就是光着手回去的，只挽着一个 LV 包包。舅妈显然很失望，但可能是对我还存在着些许的幻想，比如突然从包里拿出叠钱啥的，她还是强装着笑脸迎我进了门。外婆一见我就抹眼泪：“我的乖梦梦哦，长这么漂亮了，还记得外公外舅好。”是的，我怎么会忘记你们呢？吸了我妈一辈子血的2个老混蛋。外公真如外婆所说，快不行了，他瘫痪了几年。当年那脾气暴躁的老头不见了，眼前只有一个瘫在床上，面色惨白、气若游丝的虚弱的老人。他看到我，一把抓住我，似乎生怕我跑掉一般，艰难地抬起了身子：“梦梦，你答应我，以后好好待你舅舅和表弟。”呵呵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，竟然还想从我身上榨取价值。可惜我不是我妈。我轻轻地抽出手，淡淡地道：“外公，您别想那么多，好好养病。”舅舅在边上挤出几滴眼泪：“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他天天都在想着你呢。”我对着他冷笑：“想我什么呢？是不是想还有4万块没给我？”南舅讪讪地道：“梦梦，你别开玩笑了，你现在都成有钱小姐了，怎么还想着这么点钱？”外婆忙转移话题，拉着我去客厅：“梦梦，你看你舅妈给你准备了这么大一桌子的好菜，快坐下吃。”我没坐。外婆、外公我已经看了，我还赶着回去呢，你们吃吧。说完就往外走。他们没想到我就这么要走，舅舅忙拦住我：“梦梦，来都来了，吃个饭吧。”表弟也忙着拉椅子：“姐，来，再忙也得吃个饭，我妈准备了一上午呢。”我勉为其难地坐下，看他们还有什么把戏。外婆往我碗里夹了块红烧肉：“梦梦，外婆早就知道你是个福气好的孩子，看，这不就找到爸爸了吗？而且爸爸还是董事长，咱梦梦就是个大小姐的命呢。”
舅舅在一边帮腔：“是啊，梦梦啊，外婆可是最心疼你了。你是咱家的外孙，也是咱家的人呢，一家人，别搞笑了。他们怕是忘了当年他们是怎么口口声声对我妈说外孙是外人的了。”我懒得搭理他们，自顾自吃了几口菜。外婆和舅舅随妈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“梦梦啊，你舅舅前几年呢，开车出事给人赔了不少钱。你外公这几年治病，也把咱家的家底子都掏空了。现在我们的日子可不好过哟。”我不动声色，没吱声。舅舅清清了嗓子，搓着手：“梦梦，这一大家子需要生活。我寻思着想开个店子，你有？能不能借舅舅50-60万？舅舅赚钱了，一定加倍还你。”我正等着这话呢。我回来就是为了拒绝他们，为了出口气的。我慢条斯理地拉开 LV 包，他们都伸长了脖子，期待着扒的往桌上豪气地拍出一张卡啥的。我取出一包纸巾，轻轻擦了擦嘴：“50-60万，开个什么店才这么点钱？”舅舅眼眸一亮，神色暗喜：“那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借给我100万。”我哈哈一笑：“舅舅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才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年，哪来的100万？我爸肯给我花钱，那给的是信用卡，只可以透支的。”舅舅的脸憋成了猪肝色，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舅妈忍不住了：“你可就只这么一个舅舅，你都不肯帮？”我站了起来：“当年你们赶我走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只有这么一个舅舅？”说完就走，身后传来外婆恼羞成怒的声音，就知道这个死妮子不是个好的。继而又传来了她的干嚎声：“我苦命的女儿哦，怎么养了这么个白眼狼出来？”我带着一股快意回了家，得意地把这事儿告诉了我爸。我爸却沉吟着道：“梦梦，你信爸的，换手机号，彻底和他们断了联系，否则他们不会就这么放过你的。吸血吸习惯的人是停不下来的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答应了。第2天就换了电话号码。这之后的几年，我完全沉浸在工作中，其中我爸还送我出国念了2年书。出国归来，我爸让我当了公司的副总经理。此时我们的公司已经成了上市公司，估值上百亿。我作为年轻的副总经理，海归精英，经常出现在媒体报纸上。外婆他们终于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那天我正在办公，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，我一接通，里面就传来了外婆的声音：“几年未见。”她的声音苍老了很多：“梦梦，你是梦梦吗？”“我是外婆呀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真是甩也甩不掉的亲情啊！我应了一声，外婆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度：“梦梦啊，啥时候回来看看外婆？你外公2年前就过世了，你就这么把外婆忘了吗？”我淡淡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没空，忙得很。”外婆忙道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现在能干，都当经理了，厉害得很咧。”外婆，我在忙，您没事儿的话，生怕我挂电话。外婆急急地道：“梦梦，这回你一定要给你表弟帮个忙，他大学毕业还找不到工作，听说你们公司待遇好，他想进你们工作，你给通融一下。我想来我们公司可以呀，让他自己网上报名，公平公正招考，凭实力进来。”外婆气结：“他要是考得进来，还要你通融干嘛？他可是你唯一的表弟，你这个做姐姐的不帮他谁帮？”我冷冷地道：“外婆，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，进人都要严格按照程序的，我不能徇私。”说完我就挂了电话，不想多费唇舌，更不想给他们以任何希望。一会儿，舅舅的电话又打进来了：“梦梦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了？
这么点忙也不给自己的亲表弟帮一帮。刚才我已经跟外婆说了，我们公司逢进必考，你让他来考呗。舅舅气得挂了电话，再看到有陌生电话进来，我直接挂断，不想听他们对我轮番道德绑架，更不想浪费我的时间。为了怕他们再骚扰我，我干脆把这个手机号给了我的秘书，如果是业务上的联系，他可以马上把电话转给我；如果是一些无理骚扰电话，他直接说打错了。这招果然奏效，他们打了几次电话之后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，我差点以为自己和他们永远不会再有交集的时候，他们使出了更猛烈的招数。那天我坐在办公室里正接待客户，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女秘书在门口拦都拦不住，几个人就冲了进来。冲在最前面的正是外婆，她一见我就大哭着朝我扑过来：“梦梦啊，快救救你弟弟！”后面跟着舅舅舅妈，他们也大声嚷着：“梦梦，你可不能管你弟弟啊！”客户被这一幕搞懵了，我抱歉地对他们笑笑：“不好意思，老家的人。”继而对着外婆他们道：“你们先到隔壁接待室等我，我这边事办完了再过来。”外婆还准备嚎哭，被我一个眼神压住，不然就让保安把你们赶出去。他们只得乖乖地去了隔壁，等我和客户处理完事情，去见了他们。外婆又开始抹眼泪：“梦梦，你弟这次麻烦大了，只有你能救他。”我把眼神投向舅舅，舅舅这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，表弟没找到工作，跟一些混混玩到了一起，被人带着去赌博，几个月就输了300万，家里把市里仅存的那套房子卖了，还差100多万。舅妈哇地哭了起来，他们说了，这几天要是不还钱，就把你弟的腿给打断。这还不容易，报警啊！现在谁还敢这么猖狂？赌博账本来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，还可以告他们非法聚赌。外婆，别，可千万别！万一他们真的丧心病狂，把我孙子腿打断了，那我可不活了。我冷笑：你们也够厉害的呀！当年300多万的拆迁款被你们这么快就霍完了，现在还欠债了。舅妈，梦梦，以前的事你别计较了，现在要快点救你弟弟！我大吼：我啥时候有弟弟了？当年你们那么急着把我扫地出门，现在又说我有弟弟。我没有妈妈，也没有外公外婆舅舅，更没有什么弟弟。他们愣了半晌，外婆突然嗷的一声冲上来撕扯着我：都是你，当初你要是给他找个工作，他怎么会去赌博？你快给钱，听见没有？保安冲了进来，把他们全部拉了出去。外婆还在叫嚣着：你不给钱，我就死给你看！第二天，我走到公司大门口，就发现围着一大群人，门口还拉着一条横幅。走近一看，只见外婆坐在公司门口，大声嚎哭：宁梦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不顾自己弟弟死活！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。只见横幅上写着：宁梦不孝外婆，不顾亲弟死活，没良心！我二话不说，拿出电话就报警。一会儿就响起了警笛声，几个警察把外婆和舅妈架上了警车，带去了公安局，让警察叔叔去教育一下他们吧。哭也哭了，闹也闹了，我就看他们还有什么招。俗话说，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外婆很快闹出了第3招。2天后，我正在办公室查阅文件，秘书急匆匆地跑来：宁总，你快去天台上看看，出事儿了，肯定又是外婆在闹事儿了。上了天台，果然看到外婆站在天台的栏杆旁。你们别过来，今天宁梦不给我钱，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这可是10楼啊，跳下去肯定就是血溅当场。
舅舅和舅妈也在天台上，假装在劝外婆：“妈，您可千万别跳啊！您要是跳下去，可叫我们怎么活呀？”舅妈干嚎着：“妈，您别激动，梦梦这不来了吗？她不会让您去死的，对吧？梦梦，你不会眼看着外婆死在你面前吧？”我慢慢地走近，外婆，您这是为了孙子，想逼死我这个外孙女吧？外婆苍白的头发在风中飞舞，对着我大喝：“不许过来！你现在就转钱，否则我就跳下去！”她如疯如狂，我要是死了，就是做厉鬼也不会放过你。我冷笑：“凭什么？我是欠了你们吗？你们做干了我妈的血还不够，还想干我？”我转向舅舅、舅妈、舅弟弟，我又不是他的妈，他爸妈都还在呢，什么时候轮到我去救了？外婆，凭什么？就凭你是我们家的人，我们把你养大，你休想和我们撇清关系。我哈哈大笑：“你们家的人，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死活？你们养大了我，你们把我爸给的20万抚养费拿去盖楼房，现在说是你们养大了我。”我的余光看到消防员已经悄悄赶来了，我又对着舅舅妈吼道：“我一个才18岁的女孩子，你们把我赶出门，霸占了我的房子，现在说我们是一家人，你们到底要不要脸？”舅舅舅妈憋红了脸：“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记仇呢？她可是你外婆呀，你忍心看着她跳下去？”我对着外婆喊道：“外婆，你跳吧，你跳了我也跳，大家一起死了干净。”外婆没想到我竟然会说出这种话，一时间愣住了。我快步走到另一侧栏杆旁：“要不我先跳？”他们几个完全傻眼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爬上了栏杆。我对着外婆喊道：“外婆，我妈被你洗脑，为娘家活了一辈子，我不是她，我宁愿死也要为自己而活。”说完，我在一片惊呼声中纵身跳了下去。外婆瞪大了眼睛，呆若木鸡，舅舅舅妈犹如石化般立在那里。消防员趁机一把拉住了外婆，而我走进了9楼的会议室。是的，我跳的那个地方，实际上9楼有个平台，我只不过是从10楼跳到了9楼，而外婆他们站的位置在我的对面，根本看不到，以为我真的跳了下去。外婆他们几个面如死灰，抖抖索索地走了，不管我跳没跳。刚才那一幕着实让他们给吓坏了。我终于清静了，他们再也不会来找我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明白，我不是我妈，是不会给他们钱的。2年后，我从副总经理升任为公司的总经理，而且还与一位商界才俊结了婚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爸给了我公司30%的股份，并且安排我进了董事局。我的人生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至于老家的消息，我也知道一些。那些追着表弟要债的混混，因为犯事被抓了起来，表弟欠的赌债自然也没人追他还了。本来这是上天给他们好好过日子的机会，但表弟并不收敛，仍然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。他从小就被宠坏了，大事干不了，小事不肯干。家里又没让他坐吃山空的资本，他想着一夜暴富，就迷上了买彩票，结果再次债台高筑。这次舅舅舅妈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，但我已经换了电话号码，他们根本联系不上我。外婆他们到处宣扬我的无情无义，说我不顾亲弟弟的死活，但我早已不在乎了。我的世界里只有我的丈夫，我的事业，还有我爸。我偶尔会回去看看我爸，陪他说说话，聊聊天。我爸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，但他看到我过得幸福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他常常对我说：“梦梦，你做得对，
一定要为自己而活，不要像你妈那样，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。我点点头，深深地吸了口气。是啊，我一定要为自己而活，活出自己的精彩，活出自己的价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外婆他们一家子的消息渐渐淡出了我的生活，我也渐渐忘记了那些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和困扰的人。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，我的事业也越来越成功。我和丈夫一起努力，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又陌生的家时，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。外婆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。她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但很快又变得黯然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梦梦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不该那样对你妈。”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没有说话。外婆又说：“梦梦，你过得好吗？你幸福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我很好，我很幸福。外婆笑了，笑得那么开心，那么满足。她说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梦梦，你一定要幸福，一定要为自己而活。”我点点头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外婆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没有留下任何遗憾。我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所有怨恨和痛苦，开始真正的为自己而活。我知道，无论未来的路有多么艰难和坎坷，我都会勇敢地面对，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我的生活还在继续，我的故事也还在继续，我会一直努力，一直奋斗，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而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和困扰的家，也终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回忆，一段不再提及的过去。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外婆他们赶出家门、无依无靠的小女孩了，我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强、独立、自信的女性。我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生活。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梦想。我知道这条路上还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等着我去面对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，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迎接未来的每一天。因为我相信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而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和困扰的家，也终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回忆，一段不再提及的过去。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，我会珍惜眼前的每一天，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些美好瞬间将组成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和财富。而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和困扰的家，也终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回忆，一段不再提及的过去。现在的我已经学会了放下和原谅，我放下了对外婆他们的怨恨和痛苦，原谅了他们曾经对我所做的一切，因为我知道，怨恨和痛苦只会让自己更加疲惫和沉重，而放下和原谅则能让自己更加轻松和自由。现在的我已经学会了珍惜和感恩，我珍惜眼前的每一天，感恩遇到的每一个人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，因为我知道，这些美好瞬间将组成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和财富。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，我会一直努力，一直奋斗，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爱，有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而那个曾经给我带来无尽痛苦和困扰的家，
也终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段回忆，一段不再提及的过去。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我，一个更加坚强、独立、自信的我。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梦想，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爱、有信念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前进的步伐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男朋友妈妈嫌我家穷，在上陀没户口，买不起房子，要我们分手。可是我看着他妈发给我的楼盘，这个楼盘就是我家开发的呀。我跟栾少恋爱1年，终于见了家长。去之前，我爸妈叮嘱我一定要周到礼节，给我买了最好的干参虫草、茶叶礼盒，还有2瓶茅台。为了让他妈喜欢我，我妈还特意给我装了一只新买的爱马仕橙色手袋。我信心满满，觉得他妈一定会喜欢我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从进门开始，栾少妈妈脸就开始拉着脸。我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喊阿姨好，他妈也只是瞥了我一眼，没说话，自顾自地进了屋。我有些尴尬，看了一眼栾少，栾少朝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拉着我进了屋。我进屋把礼盒都放下，打算帮他妈妈进厨房收拾一下。桌上只有3个菜，一个炒芹菜，一个拌菠菜，一个丸子汤。我觉得肯定剩下的菜他妈还没做好，可是他妈却垂着眼皮道：“先吃饭吧。”我这时候就明白了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第一次上门2素菜1汤，看来栾少他妈是真不喜欢我了。可我很疑惑，为什么？论脸，我长得好看，追求者也不少，还是栾少追了我小1年，我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论学历，我985，栾少2本。论家庭，我父母双全，栾少是单亲家庭。我不知道他妈为什么这么不喜欢我，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。我拿过爱马仕的袋子，双手递过去，笑道：“阿姨，第一次见面，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这是给您买的包。”栾少他妈干瘦的脸颊动了动，嘴角向下撇出一个讥讽的弧度。他连手都没伸，语气微妙：“呵呵，小沈啊，我平时都 LV、香奈儿之类的，不背这种杂牌包的。”我惊愕地看着手里的爱马仕 logo， 一时不知道是我听错了，还是他妈说错了。一边的栾少也不懂包，打着圆场道：“对，我妈不背1万以下的包，不过都是心意嘛。沈家你先放着，咱们吃饭。”我沉默地放下包，拿起筷子。小沈啊，就在我有些尴尬的时候，栾少妈妈开口了：“你家里是哪里的呀？”我放下筷子道：“阿姨，我家现在在藤进市，我爸的业务最近发展到藤进市场，他嫌来回跑麻烦，我们全家干脆都搬过去了。反正我家全国各地都有房子，也就是挪地方的事儿。”他妈手指敲了敲桌子，继续道：“那你没有上陀的户口是吧？”我点点头，我确实没有，我也不打算留下，因为我还要回去继承我爸的地产公司。栾少他妈眉头皱得更深，几乎都能夹死苍蝇了。那你怎么在上陀买房子啦？听说你现在还在实习，1个月就能拿8000，10年的工资在上陀都买不起一个厕所的。我闻言用余光扫了一眼他家四周，丁点大的地方可能也就20-30平，连个像样的客厅都没有。我们就直接在客厅的茶几上吃饭，厕所更是小得要命，淋浴和马桶都在一起，洗澡都要跨在马桶上洗，所有面积加起来连我家厕所大都没有。栾少妈妈见我四处打量，骄傲道：“我们这可是老城区，别看只有30平，也得300多万呢。你要是拿不出几百万，在这买房子想都别想。之前别人给我儿子介绍了个对象，
人家是在盛景城买的房子呢，80平，30亿。听，他从一边扯过一张宣传单，指了指上面俯瞰的楼盘图，这可是新开盘的好地方，1平10万起。小沈，你爸妈能支持你跟栾少在这买房子吗？他下巴微抬，语气轻蔑，把广告单递给了我。我接过广告单，看着上面的宣传页，皱起眉来。好眼熟啊，这他妈的不是我爸开发的楼盘吗？栾少妈妈嘴里的芹菜嚼得咯吱作响。我们栾少条件好，喜欢他的女孩子也多。你们的事我感觉不用着急。小沈啊，这包你拿回去吧，给你妈妈背吧。我张了张嘴，看向一边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一直在埋头吃菜的栾少。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，今天的一切都太过魔幻，以至于我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我要说什么？说这个包加上配货30多万，能买你10几个包吗？看着毫无察觉的栾少，我最后只能在他妈送客的眼神中站起来，轻声道：“好的，阿姨，我知道了。我带着我的爱马仕走的。这只爱马仕还是我妈配了15万的货才拿到的，可惜在栾少妈妈眼里比不上18000的驴包。我带着满心的诚意来，我想跟他妈说，我爸跟我说了，不管在哪定下，都会给我们配好车和房。如果不想工作也没关系，将来我跟栾少可以一起接手家里的公司。但我没想到，我一句话都没说出来。我抿了抿嘴问栾少：“你妈是不是嫌弃我是外地的，不喜欢我呀？”我想把我的实际情况和他说说。相处这么久了，我对栾少还是有感情的。可是栾少没对今天他妈的失礼有任何抱歉，边走边自然地说道：“那肯定的呀，我们本地的都找本地的。我跟你说，外地的都是来骗户口的。谁不想留在上陀呢？我哥们一堆女的围着要跟他结婚，就为了留下。”他羡慕地咂咂嘴，也就我不嫌弃你是外地的了。我卡在嗓子眼里的话瞬间就说不出来了。我没敢跟我爸妈说这件事儿，说了他们会气死。跟栾少在一起这么久，我多少有些舍不得他。他虽然不是我身边条件最好的，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最差的，但是1年了，就是养条狗也养出感情了。我不想这么轻易放弃。然而栾少对我一天比一天冷淡。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为什么，直到我在他手机里发现了他跟相亲对象的聊天记录。栾少已经睡了，他的手机在我这边充电。夜色里，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一下，弹出了一条消息。也许是女人的第六感，从不看他手机的我伸出手去，犹豫了一下，输入密码，点开了那条消息，然后我就看到她叫一个女的，女神。那个女生头像是一朵红玫瑰。2个人从前几天就开始聊天了，聊天记录长到我翻了好久才到头。对话里，女生对他爱答不理，可是栾少却舔得毫无底线。他说：“我对你就是一见钟情，我真的特别喜欢你，我感觉单身到现在就是为了等你出现。”栾少对我从来不这样的，一直很有种莫名其妙的高高在上。他还说：“你觉得我怎么样？我们年纪都不小了，最好早点把婚事定下。”可是昨天他还跟我说，感觉自己还年轻，不着急。最后他说：“这个周末你有没有时间？女神，我请你吃饭。我知道有家餐厅很不错。”我在黑暗里机械地翻着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。我不知道这个在我面前如此高高在上的男人，为什么在别人面前好像一条舔狗。只因为那个女的有一个80平的房子吗？我闭了闭眼，把栾少推醒，把手机屏幕放到他面前，平静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
栾少揉了揉眼睛，先是一愣，随即猛地把手机抽了过去。他的力气太大，我的指甲被硬生生撞裂了前端，疼得我一哆嗦。可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栾少就先坐起身来，怒道：“你看我手机！”我看了一眼断掉的指甲，轻声道：“栾少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骑驴找马吗？一边跟我在一起，一边给别人当舔狗。”栾少，我看着他讥讽道：“你可真让我恶心。”栾少一听这话，脸色瞬间变了，他的表情变得凶狠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对，我就是不想和你在一起了。怎么了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你能给我什么？你爸妈能给我们买房子吗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我得受穷一辈子。我告诉你沈家。”他指着我的鼻子一字一顿道：“你爹妈搬一辈子砖，都在这儿买不到一个厕所。”我愣愣地看着这个额头青筋直跳、面色凶恶的男人，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再也没有了往常的温柔儒雅，而是变成了一条现实又懦弱的狗。我突然觉得很茫然，你是指望着结婚改变阶级？婚姻在你眼里就只是一场交易吗？别搞笑了，沈家。栾少站起身来，他露出一丝冷笑，扬起下巴道：“难道你跟我在一起不是为了留在上陀，拿到户口吗？要不为什么那么多人追你，你偏偏选择了我？还不是因为我是本地人？”他的语气太笃定，以至于我竟然觉得有些恍惚，好像他说的真是这么回事似的。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不是因为喜欢他，而是因为想要一个户口。但是我家房产多得数不过来，全国各地都有房子，我为什么非要留在上陀呀？我觉得简直不可理喻。栾少已经为了这个户口魔怔了，我不想再和他多说，分手就分手，我又不是没人要。我干脆闭上嘴，下了床就要收拾东西。栾少一看我拿出了行李箱，还在身后嘲讽道：“你别来这一套，我还真不吃这套。你走，你今天走出这道门之后就别回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吃回头草。”我没搭理他，三两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就出了门，身后的门狠狠关上。栾少大声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你个啥都没有的外地人能去哪儿，以后可千万别哭着回来求我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打开手机订了最近的5星酒店总统套房，8万1晚，并栾少1年工资。然后我给我爸打了电话：“爸，咱家新开发那个盛景还有没有房子了？我想要一套。”我爸大晚上被我吵醒，想了一会儿才道：“卖的都差不多了，不过我手里还留了几套，有个260平的平层，你要不要？精装的，直接搬进去就行。”我点点头：“行，明天我去拿钥匙。”第二天起来，我刚要去物业拿钥匙，却收到了栾少发来的一个 Excel 文件。打开一看，我简直气笑了。栾少把这1年我俩在一起的所有花费都列了出来，跟我要钱来了。沈家，咱俩在一起1年了，这都是我花在你身上的钱，你要分手可以，把钱还我。表格里他吃了8顿饭，烤鱼、火锅、串串、自助，从几十到几百不等。情人节给我转了13、14红包，生日给我买了一个50块钱的布偶娃娃，出去看了3次电影，1次80，甚至连给我打车、买奶茶的钱都算上了，零零碎碎加起来一共2356.34。栾少继续发了一条信息：“其他的那些零散我就不跟你算了，就当送你了。”我简直气傻了，别说他居然把他吃的他用的那一份都算在我头上了，他怎么不算我给他买一双鞋就5000多，他过生日我送了他最新款的 iPhone12000，还有我们出去吃饭
基本都是月。他请我吃的是烤鱼麻辣烫，我请他吃的是人均最低80的自助和米其林餐厅。这人怎么能不要脸到这种程度？我再跟他多说一句话，都感觉侮辱自己，干脆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，眼不见为净。可我没想到，傻逼是没有底线的。隔了一天没搭理栾少，栾少他妈居然来我们公司了。早上我在工位上收拾材料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大声叫嚷：“你们领导在哪？我要找你们领导，我要问问他，你们公司的员工骗钱，他管不管？”这个声音太过耳熟，我心下一沉，但是我随即安慰自己：不会吧，为了2000块，不至于吧？可我着实低估了栾少这一家子。门口处，他妈正卯足了劲往前冲，鸡爪似的手不断抓挠着保安小哥，吊梢眼里全是刻薄。一看见我，他就跟看见生死仇人似的，竖起一根手指指着我道：“就是他，沈家，你跟我儿子睡了1年，花了我儿子那么多钱，现在分手了也不还钱，你见不见啊？我今天非找你领导问问他管不管。”一瞬间，所有同事的目光都朝我聚集过来，我听到他们都在窃窃私语，我的脸瞬间涨红了。在我过去20多年里，我是真没见过这种人，我也没有应对这种人的经验。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边的老板沈修突然走了出来。沈修双手抱胸，面色微沉，将近1.9米的个子站到栾少他妈面前时，他妈气焰一下子就消散了。听说你找我？老板居高临下道。对。栾少他妈声音尖利，指着我道：“你们公司的沈家花了我儿子很多钱，分手了还不还？这种不要脸、眼里只有钱的女人，你们公司不能留，必须开除！”我气得手脚冰凉。为了这点钱，他妈居然要把我工作都毁了。我送他的礼盒一盒也不止这点钱了，怪我之前眼瞎，居然找了这么一家人。沈修别过头去，冷笑一声：“沈家花了你儿子多少钱？”栾少他妈大声道：“2000多，2500。好家伙，昨天还是2300，今天就给我4舍5入了，吃了我儿子好几顿饭，还收了好多礼物，还有红包。”他妈唾沫星子飞溅，脸上的肉跟着一动一动的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办公室里大家伙就都乐了起来。一个东北老大哥站起来，面露嘲讽：“2000多，我没听错吧？我还寻思2000万呢。大姐，现在谁谈恋爱不花钱啊？你还想找个人包养你儿子咋的？咋？你儿子长得丑，想得美呀？”栾少他妈先是一愣，随即大怒。可是他话还没出口，就被另一个姐姐打断了。“你不觉得丢人？我们都替你害臊。2000多，也亏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。你找儿媳妇是不是还得挣钱呢？”“是啊是啊，咋好意思说呢？”大家都纷纷嘲笑起来。栾少他妈被气得脸都绿了，尖叫道：“反正他就是不要脸，被我儿子睡了1年。还花我儿子钱，我忍无可忍，拿出账单对到他脸上，你看清楚，我给你儿子光买一双鞋就花了5000，还有手机12000，各种吃饭零零碎碎下来，我给你儿子花了4万多。你找我要钱，可以呀，我把这2000转给你，你让你儿子把那4万还我。”说着，我就把栾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当场给他转了2356.34，然后把我的账单都截图给他。栾少他妈愣了一下，随即耍起了无赖：“谁知道你是给哪个野男人买的？我们栾少可没收到。”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不用你不承认，我有物流记录，签收的都是他。我明天倒要去他公司问问，
看他老板管不管。栾少他妈闻言大怒：“你要不要脸啊？我们栾少跟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花点钱怎么了？你凭啥这么坏他？你个贱货！”他奋力挣开保安小哥，伸手就要扇我巴掌。他的手刚举起来，沈修就要伸手阻拦，可我的动作更快，我一把死死捏住了他的手，反手一个巴掌甩在了栾少他妈脸上，啪的一声，很清脆。我的怒气已经几乎要压抑不住了。我看着他妈定定道：“你敢动我一下，我肯定把栾少往死里弄。”我说到做到，你可以试试。栾少他妈不敢置信地停了一下，随即鼻孔微张，脸上青筋突起，疯了似的朝我扑来。贱人，你敢打我？你个有爹生没娘养、没教养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沈修皱了皱眉，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，对着一边的保安小哥道：“还不快把这个泼妇赶出去！再来就报警！”保安小哥得了令，立马就拖着栾少他妈的胳膊，把他用力拖出去了。他妈就像一只垂死的老母鸡一样，边被人往外拉，还不停地用最难听的话骂我。我这口气哽在嗓子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难受得要命。然而转念一想，我就有了主意。我转过头去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老板，我下午想请个假。”沈修纳闷儿：“干嘛？回家蒙着头哭啊？”“不。”我摇了摇头，“我去要钱。”沈修很痛快地给了我假，还让我争气点，别给他丢脸。我用了一中午，把所有的账单都打了出来，又附上了栾少跟小三的聊天记录。既然他不仁，也休怪我不义。搞笑，跟谁不会闹事似的。当天下午我就去了栾少单位，但是跟栾少他妈不一样。我把我打印的一叠传单放在办公室门口后，就直接找到了他们老板。秘书一看我身上背的爱马仕，以为我是来跟老板谈业务的，没多说就把我引进了办公室。老板一开始还没明白我什么意思，直到我把所有的账单都摊开在他面前。我给栾少发过一次账单，当时我寻思，只要他把钱还我，我就不计较这个事儿了。可是他假装看不见，还收了转账后反手把我拉黑了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我看着栾少老板平静道：“张总您好，不好意思打扰您。是这样，你们公司的栾少在和我交往过程中花了我49800，我跟他要这个钱，他把我拉黑了，所以我想来请您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”张总先是一愣，随即皱起眉头：“沈小姐，这是你们的私事，我们公司不好插手啊。再说，你这算是恋爱期间的赠与吧？分手之后再要回来。”他有些不赞同地摇摇头：“我觉得不妥。”我点点头，又把栾少的账单找出来给他看。这是栾少在与我恋爱期间花的钱，一共是2356.34元。他妈妈昨天闹去我们公司，让我还钱，我也还给他了，所以我默认我们之间的花费都不是赠与。我侧脸瞥了一眼玻璃门外，毛玻璃模模糊糊的，我看到外面人影已经动了起来，大家都看到了我拿去的传单，很多人都在办公室里走动，小声议论着。张经理看了我的账单，刚要说话，我就伸手把名片递过去。家父是盛景地产董事长沈建国，之前还和华鑫有过合作的。这一下，张经理脸色立马变了，他把原来都到嘴边的话吞了下去，面色严肃起来：“太过分了！我没想到栾少居然是这种人。我们华鑫绝对不允许这种道德败坏的员工带坏风气。”他伸手拿起电话道：“王秘书，你把栾少叫来。”我笑了笑，跟谁没爹妈似的，光会闹有什么用？我一根指头就能压死他。不一会儿，栾少就敲响了办公室的门。
他先是恭敬地朝张经理鞠了一躬：“经理，您找我。”然后栾少眼睛一瞥，扫到了我，他的神情立刻紧张起来，看向桌上的账单。很快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先是怨毒地瞪了我一眼，随即慌张道：“经理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些都是造假的，对，这些都是 P 出来的，是他一直缠着我，我们分手他不甘心，非要搞臭我。经理，你可不能相信啊！”张经理皮笑肉不笑道：“小栾啊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，跟人处对象就花了2000多，就得去别人公司闹，你这是道德败坏，你知道吗？”他的语气太重，栾少当场脸都吓白了，他上前一步想要拉我，语气威胁道：“沈家，你别闹了行吗？是我错了，我把钱给你，你别逼我了。”说着他就给我转了4万块，还自动给我把零抹了。我一把甩开他，微笑道：“怎么昨天你不跟你妈这么说呢？我看你妈去我们公司闹得还挺好，让我受益良多，我还不知道分手还能挣一笔钱呢。”栾少语气更急：“我们好歹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有必要这么对我赶尽杀绝吗？你也太恶毒了！”我简直被他这副双标的嘴脸恶心的要吐出来了。这时候张经理说话了，他站起来，面色严肃道：“栾少，公司容不得你这种道德有问题的人，花了2000就得找你妈这么闹，难不成以后你再有什么事，你妈还要来我们公司闹吗？你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，一会儿我让人事给你多结1个月工资。”栾少一听这话，腿都软了，他面色黄黄，朝着张经理哀求道：“经理，这是诬陷啊，你不能开除我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”他又看向我，焦急道：“沈家，你跟经理说说，这都是误会啊，我们有必要闹到这一步吗？”我扭头冷笑：“你怎么不跟你妈说没必要呢？”他卡壳说不出话来。这份工作是我当时托关系给栾少找的，以他本身的条件，根本不可能进华新这种大公司的。我让我爸给他走了关系，还顾虑着他的自尊没告诉他。现在想来，我真是蠢得可以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给出去的东西自然就可以收回来。我欣赏了一会儿栾少丧家之犬般的样子，跟张经理道了谢，微笑着退了场，只留栾少失魂落魄地站在办公室里。办公室里同事们还在讨论我拿过去的账单和聊天记录截图，上面我隐去了自己的信息，但是把事情说得一清二楚。一个女同事惊叹：“卧槽，栾少平时装的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花了2000还要跟他女朋友算。”另一个女同事撇了撇嘴：“之前我说我家在碧园有房子，他还撩我来着，得亏我没上当。你看他那穷酸样就知道了。”一个年轻小哥指着传单道：“还劈腿，牛逼！栾哥会舔啊！”聊天记录舔得我都不忍心看了。我勾起嘴角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新媒体这种行业，别的不说，消息是传得最快了，相信不到晚上，这份账单就会被转发到各大群里。丢了工作算什么？敢来弄我，我就要搞臭他，让他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。栾少当晚就联系我了，电话里他状似疯魔，语气恨不得直接吃了我。沈家，你必须去跟我们经理说清楚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我妈说你还打了他，你要是不给我100万，再上门磕头给我道歉，我就去警察局告你，我他妈让你进局子。我简直被他逗笑了。OK， 我笑了一会儿道：“你去报警吧。”然后我就挂了电话。那个巴掌估计连印儿都不剩了。我是控制好力度在打的，哪怕警察就在当场，也最多批评教育了事。
除非一巴掌给他妈打耳膜穿孔了，还告我搞笑。我痛快拉黑了栾少的所有联系方式。谁年轻的时候没眼瞎过呢？我重视他，重视他妈，不是因为我离了他找不到更好的，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感情。可是他只会觉得我离不开他，我对他好，他就可以肆意践踏我。这种人欺软怕硬，自卑又自负。这么想我还得感谢他妈，要不是他妈作妖，我们如果顺利结婚了的话，我的苦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我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栾少耽误了我，但我也报复回来了。我们算是两清了，上坨这么大，我们不会再遇到了。可是大概是我们之间的孽缘还没结束，才过了不到半个月，我逛街的时候就又碰上了栾少。彼时我正在挑一个上班用的大包，随便进了一家奢侈品牌，但可能是我今天穿得太随意，随便套了一件之前买的无 logo 的白 T 恤，也没背包。柜姐对我并不热情，看我进来一句话也没说，自顾自地低头玩手机。我随手拿了一个2万的大包，这个包虽然便宜，但是够大，装文件还挺够用的。这包有新的吗？我转头问柜姐，之前经常接待我的柜姐这次不在，正在低头玩手机的柜姐是个生面孔，约莫30岁左右，身材干瘦，嘴巴涂得红红的。她正在专心刷抖音，假装没听到我说话。我皱眉，又大声问了一遍。柜姐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不耐烦道：“没了，不买别碰啊！”我心里的火一下就上来了。我跟我妈在这家店前后消费了也有7位数了，早就是 VIP 了。之前我俩来之前都先跟一直接待我们的经理说一声，来的时候饮品、水果和新品图册就都准备好了。我还是第一次碰着态度这么差的柜姐，我刚想跟她掰扯，旁边却突然传来了一个讥讽的声音：“老公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前女友啊！”我扭头一看，身后站着的果然是栾少。此刻他正面色不愉地盯着我，旁边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正挽着他的胳膊，一双吊梢三角眼跟他妈如出一辙，看人的时候眼神斜斜的，自带3分刻薄。这是栾少的相亲对象，我记得是叫陈林。是啊，栾少拍了拍他的手道：“穷酸一个，沈家，我劝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，没看见人柜姐都不愿意招待你吗？”陈林斜了我一眼，好像是故意跟我对上了似的，慢悠悠地进了店。他身上穿着一身假皮草，背了一个最便宜的基础款驴包。干瘦柜姐一看见他，眼睛就亮起来了，赶紧收起手机，满脸堆笑地凑上去：“美女，您看点什么？”陈林指了指我手里的包：“你把那个拿来我看看。”柜姐应了一声，走过来就要拿我手里的包。我沉下脸：“这是我先看的。”柜姐闻言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在确定我身上没有任何奢侈品的标志后，对我翻了个白眼儿：“看了有什么用？你买得起吗？别耽误我们做生意。”我简直被他这副嘴脸惊呆了。往常这一层牌子我几乎都快逛遍了，很少会有这么势利眼的柜姐，基本上所有柜姐都会客客气气的招待。我还真是第一次碰上这种人。果然遇见栾少就没好事儿，让你拿来听不懂吗？陈林瞥了我一眼，语气轻蔑：“别耽误人家业绩了。我听栾少说了，你家是外地的，在本地连房子都买不起，何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呢？”栾少也冷笑道：“是啊，你把我工作搞没了又怎么样？沈家，你不是照样在这留不下？”他们几个一唱一和的，好像在讲相声。我忍无可忍，打开手机给经常接待我的经理打了语音电话：“
我来店里了，今天想买几个包，你方不方便来一下？”经理一听是我，立刻殷勤道：“沈小姐，我现在在1楼，麻烦您稍等一下，我马上来。”挂了电话，陈琳拉着栾少的手摇晃道：“老公，马上要情人节了，你答应给人家买礼物的。”栾少怔了一下，小声道：“宝贝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没必要崇洋媚外过这种洋节，这玩意儿也不实惠。老公带你出去吃顿好的怎么样？”我在旁边听得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吃点好的这句话之前我也听过，然后栾少带我去吃了一个1人45块钱的烤肉自助，他风卷残云般吃了10几盘肉，出来的时候边打嗝边抱怨我不会过日子。说过日子不能这么奢侈，可惜当时我被猪油蒙了心，没有及时行转。可是陈琳就不像我这么好打发了，她眉毛一竖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栾少，你不花钱就想泡我，想什么好事儿呢？不愿意买你趁早滚。栾少犹豫了一下，脸色青白不定。就在我以为他会拒绝的时候，他咬了咬牙道：“卖。”我看着栾少，心情复杂。原来他不是不会买贵的礼物，是觉得我不值得。我以为我是体贴他不容易，心疼他工作辛苦，不想他花那么多钱。其实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上赶着倒贴罢了。我付出的一切都是在感动我自己。就在栾少要去刷卡的时候，经理就呼哧呼哧地出现在了专柜门口。他捋了捋头发走进来，扫了一眼空空如也的桌子，蹙眉道：“沈小姐是 VIP， 怎么不给上饮品？昨天刚培训的内容你就忘了？”干瘦柜姐一愣，赶紧从一边拿出一瓶玻璃瓶矿泉水放在托盘上，双手递给陈琳：“贵宾您请用。”经理忍无可忍，亲自去拿了水和茶点端到我面前：“沈小姐，您先喝点水。今天您是想看看包吗？最近的新品店里都齐全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在场剩下的3个人脸色都变了，尤其是陈琳，她微张着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了一眼干瘦柜姐，这个柜姐是刚来的吧？刚才跟我说不买别碰。王经理，你们的上岗培训做得不到位啊！王经理一听这话脸都黑了，赶紧给我鞠躬道歉：“沈小姐不好意思，实在抱歉，她确实是新来的不懂事儿，我替她给您道歉。”说着，他狠狠地朝着干瘦柜姐使了个眼色。柜姐愣了一下后，神色大变，小跑过来给我鞠躬：“抱歉，抱歉，沈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我了半天也没我出什么来，只是惊恐地看着我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意。我拿着手里的包在他面前晃了晃：“你还要这个包吗？”柜姐连忙摇了摇头，更用力地挤出笑容：“不要了。”我点点头，指了指他身后一排约莫10来个包：“这一排我都要了，给我包起来。”柜姐脸上都快笑出褶子来了，她还以为我是在给她提业绩，美滋滋地看了经理一眼，也顾不上招呼栾少刷卡了，把那些包一个个拿下来，整齐地包好，再装进盒子里。我在一边挑肥拣瘦：“这个我又不喜欢了，你给我包那个吧。这个不要，换成粉色的同款。这有大号的吗？我不要小号。”就这么包了整整将近2个小时，柜姐脸上的妆都被汗冲花了，她累得直不起腰来，喘着粗气，还有挤出笑容来，柔声道：“沈小姐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”我打量了一眼，勉强道：“还行吧。”“那您刷卡还是？”她蹲在地上，仰着脸陪笑，脸上讨好的笑意和之前的不屑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这一单只要算在他头上，这1年的提成都有了，他当然高兴。我扬了扬嘴角，把经理叫过来，
指着桌上的10几个包道：“王经理，帮我刷一下卡吧，支持一下你这个月的业绩。”王经理满脸喜色，这一桌子就得小7位数，提成他能拿不少。他笑意盈盈地把 POS 机双手举到我面前：“谢谢沈小姐，一会儿我们就派人把包送到您家里。”一边的干瘦柜姐满脸错愕，表情由红变绿，然而她却不敢说话，只能攥紧了拳头，站在一边干看着。我勾起嘴角刷了卡，站起身来看着一边一直在看热闹的栾少。此时他跟陈琳满脸震惊，似乎还没回过神来。我点了点 POS 机：“没耽误你们吧？刷卡呀。”栾少张了张嘴，看了一眼，一边盯着他的陈琳，从兜里掏出一张卡来，硬着头皮刷了一下，输入了密码。不好意思。王经理看了一眼屏幕，面色不变地微笑道：“先生，您这张卡余额不足，您看是不是换一张？”栾少脸一下子绿了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从牙缝儿里挤出了一句话：“你们家能不能刷信用卡？”我毫不客气地笑出声来，把刚才陈琳说过的话还给了他：“别耽误人家业绩了，何必要打肿脸充胖子呢？”说着，我就随手拎了一个喜欢的包，施施然出门去了。身后我能感受到几道杀人般的视线，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，穷逼，没有必要施舍目光。还没到家，我的支付宝就收到了栾少的消息，也不知道他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的联系方式，给我发了一条：“沈家，你哪来的那么多钱？你是不是被包养了？”我磨了磨牙，每当我以为这就是下线的时候，栾少总会用行动告诉我他没有下线。我想了想，回了他一条：“栾少，你是因为陈琳家在盛景园有80平的房子才跟他在一起的吧？那你知不知道我在盛景园有260平的平层？”说着，我就把他拉黑了。估计今晚上栾少是睡不着。想想他现在的表情，我一会儿睡觉估计都能笑出声来。我知道这话一说，栾少又得作妖，可我没想到先作妖的是陈琳。我刚把车停下，就看到后面一直跟着我的小宝马上下来了2个人，栾少和陈琳，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我本来不想搭理他们俩，结果我刚下车就被陈琳叫住了。他看了一眼我刚停下的车，大声道：“你有没有素质啊？怎么停车的？你怎么自己占了3个车位呀？”我回头看了一眼，确实占了3个车位，但这3个车位都是我家的。我爸把上下3层的房子的钥匙都给我了，一套房子可以买2车位，我在旁边还有仨车位呢。我不想和这种人争吵，转身就要走。谁知道这时候陈琳却咔嚓咔嚓朝着我的车拍了几张照，然后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我打开一看，大业主群里一个名叫18230102的业主不停艾特所有人，这辆车凭什么占别人的车位？这个业主有没有点素质？陈琳还附上了我的照片，一张侧脸。你不是牛逼吗？他得意洋洋地看着我，我让你出名。果然，群里马上炸开了锅，很多业主都开始义愤填膺。小区里车位本来就少，这也太嚣张了。对，必须严惩这种行为。物业呢？物业快去挂锁。小姑娘看着长得挺漂亮的，做事儿怎么这么没素质？陈琳挑衅地看着我，栾少，你怎么找了个这么没素质的女朋友？是不是之前没住过盛景园这么高级的小区，还以为这儿跟他家那种3线县城的小区似的，可以随便停啊？这儿可是上坨。陈琳扬起下巴，不屑道：“把你乡下人那套收一收。”栾少面色复杂，他低声道：“沈家，你把车挪挪，下面没车位了，让我们进去。”
你即使在这有房子，最多也就1个车位，怎么能占3个？我叹了口气，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这么能蹦跶，也不知道我上辈子是不是欠了栾少的钱，才总是没完没了和他纠缠在一起。看他们跟跳蚤似的蹦来蹦去，就算我停了别人的车位，但是这里是平层停车区，陈林的80平房子怎么可能在这有停车位？8成是他们没买车位，跟着人进来捡着空位停。我想了一下，正要找物业，群里却有个人说话了：“是7号楼那栋平层吧？我认识这个业主，上下3层的房子都是他的，人家在别的地方还有3个车位呢，快别替人家操心了。”此话一出，群里先是静默了一瞬，然后轰的一声消息就开始刷屏了。卧槽！膜拜大佬，土豪竟在我身边！小姐姐有对象了吗？性别可不可以别卡死？我会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985毕业，谁酸了我不说。7号楼都是260平起的，1平10万加，光这3套房子的都快9位数了。果然有的人出生就在终点线了。陈林和栾少震惊地看着群里的走向，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候我叫的物业小管家也蹭蹭蹭下楼了，他一看见我就先朝我鞠了一躬：“沈小姐您好，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？”我看了一眼陈林跟栾少，指了指他们的车道，我怀疑这2个人是蹭车位的。我觉得咱们这种高端小区不应该纵容这种恶习。小管家朝我点点头，看向一边的陈林。陈林先是噎了一下，随即大声叫嚣道：“我可是盛景园的业主。”小管家不卑不亢道：“好的，女士，请问您是哪一户的业主呢？”陈林涨红了脸不肯说，显然他也知道这是平层的停车位，只是梗着脖子一直道：“反正我就是盛景的业主。”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乐了，扫了一眼他在群里的名字道：“他是小户型业主，18号楼2单元3102，你查一下。”好的。小管家打了个电话后，对着陈林礼貌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女士，这边是平层停车场，小户型的停车场在西面。不过您名下并没有盛景的车位，是不能进停车场的。”果然，我拍下陈林和栾少的脸，发在群里：“各位业主，这2个人没有买车位，总是跟着别的车下来蹭车位。我们的车位本来就紧张，不能纵容这种没有素质的行为。请大家在看到这2个人蹭车位，及时向物业举报。18230102。下面很快有了回复，原来是蹭车位没蹭着呀。话说你不是小户型吗？为什么会来平层的停车场？18230102。别的业主也纷纷开麦，没占着便宜就挂别的业主。我也是见识了，人家车位是自己买的，凭什么给你停？对，没钱就别停车，道德绑架呀！这是。陈林和栾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2个人被骂得哑口无言。我拎着刚买的包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微笑道：“穷逼就是穷逼，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长个记性吧。哦，对了，出名的感觉怎么样，沈家？”我走了没几步，身后栾少叫了我一声，语气里情绪杂糅。我脚步没停，直接走了。我之后再也没在小区里见过这对狗男女，群里倒是常见。陈林还是改不了蹭车位的习惯，经常被业主在群里举报艾特物业，在小区里已经出名了，经常和别的业主在群里先开骂战，然后一边倒的被教做人。栾少后来还找我和好过，他换了好几个手机号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恶心的不行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看盛景的材料，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来了，
我还以为是送外卖的，结果接起来一听，居然是栾少。电话里，栾少声音压得很小：“沈佳，我觉得我们有些事还是该说清楚。你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吧。”我想了想，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。果然，一加上微信，栾少的信息就跟刷屏似的，一条一条蹦出来了。佳佳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家里那么有钱？这么耍我有意思吗？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，是你一手毁了我们的感情。不过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。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我带你回去见我妈好不好？你上次带的包是爱马仕吧？这次还拿那个就行。我压根就不爱陈琳，只不过是别人介绍的。我心里其实最爱的还是你。我勉强压下心里的呕吐感，回复道：“是吗？你真不喜欢陈琳？”栾少一看我回复了更来劲了，赶紧发道：“我怎么可能喜欢那种肥猪？我一看他那身肉都要萎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。佳佳，你在盛京有3套房子对吧？我都想好了，你转1套给我妈，转1套给我，剩下的那套你自己留着就行。我妈肯定会接受你的。”我看着他大言不惭的样子，气乐了。这人脸也不知道怎么保养的，比城墙还厚，整个上驼的脸皮都长他身上了吧？还得2套房子，5000多万，感情他真觉得自己这么值钱。我一句话都不想和他多说，转手把聊天记录都保存下来，去业主群里加了陈琳，把这些截图一股脑地发了过去，然后迅速拉黑这俩人。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。我一直以为现实生活中不会有这么奇葩的人，但是事实告诉我，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就让这俩人相爱相杀去吧，我不想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几个月后，我离开了上驼市，这个永远灯火通明的大城市教会了我许多。然而我终究不属于这里，我回了老家，逐渐开始接手我爸的生意。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，见了无数的事。曾经的那段不成功的恋爱，逐渐成了过眼云烟，消散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在听到栾少的消息，我几乎都忘了有这么个人，是他在大学群里发了自己结婚的消息。有个朋友知道我们曾经闹得不太愉快，特意来问我去不去。然而我们说着说着，话题就歪了。他兴奋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们都看了新娘跟头猪似的，也不知道栾少为什么找了这么个人。”我回忆了一下，是不是叫陈琳来着？他们居然还在一起，我以为陈琳会和他分手的。对，朋友幸灾乐祸。听说之前这俩人闹得很严重，我见过一次。栾少那时候脸都被挠花了，头发都揪掉一块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又好了。你不知道，栾少就连结婚照都垮着个批脸，咱也不知道他跟你分手了再找这么个人是图啥，可能脑子有病吧。哦对了，他好像是图人家房子，但是那房子是人女方亲戚的，只是借给他住，压根儿就不是他家的。后来栾少想分手来着，被那个女的都闹去单位了，那真是以死相逼呀！可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吧。朋友的语气里嘲讽夹杂着可怜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的惨样？他明天结婚，好像那女的彩礼要得特别狠。他家为了结婚，连房子都卖了，但是不结不行啊。那女的算是缠上他了，还说分手就要告他强奸，搞臭他呢。我平静道：“谢谢你告诉我，不过我就不去了。”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手机里来了一条陌生的短信，短信只有一句话：“佳佳，我是真的后悔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爱的一直是你。你愿不愿意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？”我扫了一眼，
直接拉黑这个号码。爱我是爱钱吧？到现在都还来这一套虚的，这个男的也是没救了。陈琳就是他最好的归宿，他值得，他俩最好一辈子锁死。刚操作完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电话，沈修打来的。之前我走的时候，沈修也辞了职，他说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，想休息休息。我没多想，把他推荐进了我爸的公司。我后来才知道，他家里压根儿就不差钱。搞了半天，我在上陀上班的那家公司就是他家的。他是不想继承家业，想把担子都甩给他哥哥，所以离家出走了。喂，要不要出来喝酒？沈修声音低沉而有磁性。我笑了笑，好啊，你请客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